换命！我拧着眉心看向徐子恒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那我说完了，你别害怕。路灯照耀下，他面色格外凝重，但下一句话还没说出口，就被一道忽然响起的惨声打断了。啊！救命！救命啊！有没有人救救我？放开我！你这个畜生！尖利的女声混着阴沉的夜色，听起来更显凄厉。我吓得一抖，之后跟徐子恒齐齐转头看向动静传来的方向，是个公共厕所，声控灯亮着，镂空的墙上隐约能看到光影晃动。深夜公厕呼救的女声，猜也能猜到是怎么回事。徐子恒犹豫着开口：“那是强奸。”我沉声开口，之后加快速度跑了过去。徐子恒也回神跟了上来，离得越近声音越大。等到了跟前，已然能确定人在女厕所里。我也顾不上男女有别，当时就要往里闯，却被徐子恒忽然发力拽了一个趔趄：“别进去！”没料到他会阻拦，我动了怒，压低声音吼道：“这种事不能不管。”但他却没撒手，反而盯着我，格外严肃地开口：“那里面不对劲，没有人气，阴气还特别重。”没有人气，我动作僵在了原地。里面没有人气的话，那呼救的又是谁？难道没错？似乎猜到了我的想法，徐子恒沉着脸，重重点了下头。是陷阱，有人故意施了障眼法来掩盖外泄的阴气，恐怕就是为了吸引我们过来。我心里一沉，很快就意识到刚才不该那么冲动，把我们两个都拖进了麻烦里。那现在怎么办？跑！徐子恒拽着我的胳膊，使劲往路灯下跑了过去。而他话音刚落，厕所里的声控灯就开始明暗交替，阴风裹挟着嘶吼声猛地迫近。徐子恒一面推我，一面掏出符咒往身后扔，但原本在医院能定住小虎的符咒，现在抛出去却一点用都没有。可想而知，身后追着的东西到底有多厉害。路灯昏暗，辨认方向不是易事，但我脚下的速度却丝毫不敢放慢，咬着牙往前冲。而偏偏在这时候，前头出现了一个十字路口，因为纠结，所以我下意识放慢了脚步。就在这个间隙，阴风越逼越近，整个人仿佛被扔进了冰窖里，凉意直往五脏六腑逼。我冻得打冷战，连抬腿都成了奢望。不行，跑不动了，上下眼皮像是在打架，疯了似的往一块粘。视线也渐渐迷离，有个模糊的背影在眼前闪过。然而就在意识即将消失时，背后忽然传来一股大力，迫使我往前奔了好几步。那股刺到骨头的阴冷终于消散，原本无法抬起的双腿也恢复了正常。风声裹挟着徐子恒的喊声，清晰地钻进了我的耳朵里。他说：“往左，去最近的派出所。”我精神一振，几乎瞬间就理解了他的想法。派出所凭公正，断是非，正气凛然，普通妖魔鬼怪都不敢靠近。去那确实是最好的选择。我瞬间调整了逃跑路径。不过徐子恒怎么办？想到这儿，我借着转弯的瞬间偏头看向身后，才发现他正艰难地举着木剑，抵着一团黑气。而更诡异的是，那黑气虽然看上去没有实体，但阻力却大得惊人。我甚至看到了他手臂上暴起的青筋。注意到我回头，他又咬牙喊道：“快跑！不用管我，他们的目的是你，不会拿我怎么样。”那团黑气再次逼近，看样子确实是想绕开徐子恒来追我。我赶紧咬牙提速，拼命把距离拉开。双腿又酸又痛，几乎已经麻木了。万幸派出所离得不远，在我彻底虚脱跑不动之前，终于到了地方。看到亮着灯的警徽，简直像看到了救命恩人。我连滚带爬地奔过去推门，门被推开，而我也直接摔了进去，还在地上滚了一圈。在看到那团黑烟确实停在派出所门外，没能追进来之后，才终于放下了心，当即也顾不上要爬起来，就躺在地上大口地喘着粗气。再之后，视线偏转，却看到了桌子后面，一位警察手端泡面碗，目瞪口呆盯着我。报案。他放下刀叉问我，而我大脑一片空白，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回话。毕竟因为被鬼追打不过，无奈之下只能来派出所避险，这种说法
只要我敢说，就肯定会被当成神经病。所以愣了半天，最终也只能点头附和，说是我要报案。之后撑着地面站了起来。什么案？你坐下来仔细说说。听我这么说完，那位警察立刻推开了手边的泡面碗，表情也严肃了起来，甚至还拿出了记录本，认真负责。事已至此，我也只能硬着头皮开口：是那个，我弟弟走丢了，找了好长时间都没找着。人口走失是吗？那请问走失的大概时间、走失人的年龄、性别、特征以及走失前的衣着打扮，您还记得吗？这个我被问懵了，手心直冒冷汗。撒谎还是面对警察撒谎？如果不是遇到这些破事，我是一辈子都不敢这么做的。一咬牙，想到了却是状况不明的徐子恒。我们是在静安路的十字路口走散的，他年龄大概25岁，男性，穿了一套白色的休闲装，上衣是个帽衫，棕色卷发，大眼睛，高鼻梁。我正努力凭记忆复述徐子恒的特征，但对面那位警察记录的动作却顿住了，抬头打断了我：“请等一下，先生，您说的那位走失的弟弟是成年人？”我愣了一下，点头：“是啊，走失时间不足24小时。”那请问他是否有智力缺陷，行为无法自理？我下意识停顿，没敢答话。毕竟这话一出，其实暗含的意味已经很明显了。一个具有自理能力的成年人走失还不到24小时就来派出所报案，怎么想都是不合理的。我心虚的偏头，避开了对方考量的视线。但警察到底是警察，哪怕我选择沉默，他也能从沉默里得到答案。对面的人眉头微皱，终于彻底放下了纸笔：“先生，请不要来派出所开这种玩笑，这是违法的。”“不，您别误会，我真不是故意来找事的。”我赶紧开口道歉，主要是当时情况很特殊，我是真怕他会出事。什么特殊情况？大半夜的还能闹鬼不成？对面又捧起泡面碗，继续那顿被我打断了的工作餐，但我却被那句随口猜测吓得心尖一颤。这个之后就彻底陷入了沉思，到底该怎么解释，才能既不用撒谎，又不会被当成神经病？对面的警察眼都不眨地盯着我，满脸都是不用解释了，我早觉得你这人不太正常的表情，纠结、尴尬、为难，还不能起身就跑。幸好有人推门进来，打断了室内僵持的气氛。那道视线挪开，一直围绕着我的锐利压迫感也终于散了。我也回头，徐子恒就站在门口，手里抄着那把木剑，半边身子探进门内，气都没喘匀就问我：“小庄哥，你没事吧？”“应该没什么事，只是让警察叔叔误会了，现在不知道该怎么脱身而已。”那警察人至中年，经验丰富，一眼就根据我之前说的特征认出了徐子恒，探究地看向了我：“这位就是你说走丢的弟弟。”身体往椅子背上靠去：“解释解释吧，到底怎么回事？”态度严肃，显然也觉得这情况怪异，得弄清楚。我咬牙开口，正准备把问题都揽下来，说我是在恶作剧，然后好好道歉，顶多也就是被教育一下。但身后的人却抢先开了口：“抱歉，不方便解释。”我被徐子恒大胆的举动吓了一跳，但话已经说出来了，就算再冲过去捂住他的嘴也没用了。警察表情变幻，有意外，也有恼怒。“警察叔叔，您别生气，他就是随口一说。”我赶紧道歉找补，哪知徐子恒却一点都不领情，径直走进来，挡在了我跟那个警察中间。直至走出派出所，站在树底下的路灯旁边，我依旧觉得跟做梦一样，怎么也想不通，为什么徐子恒掏出了一张卡片给那位警察看了一眼之后，对方就什么都不过问的，直接放我们走了。我百思不得其解，问他给警察看了什么。“你说这个呀？”他神秘的笑笑，又拿出了刚才那个东西，蓝框白边，竟然是张素封过的工作牌，上面写着特殊管理部门徐子恒。牌子上没有具体工作单位，但左上角那个清晰的警徽却格外明显。我一愣：“你是警察？”“哪能啊？”徐子恒摇头，收好工作牌，算是顾问吧，在遇到恶鬼参与的案件时，给警方提供参考意见、调查意见，
警方有自己的人员组成，接受过系统的刑侦教育，更专业。因为保密协议，徐子恒不能透露太多，但我却隐隐约约意识到，这个世界或许跟我以前想象的不太一样。看到徐子恒手里的木剑，我才想起来问：对了，你刚才是怎么脱身的？没有受伤吧？徐子恒摇头，没有。你刚离开，那团怨气就追了上去，根本没有跟我缠斗的打算。一团不成形的怨气，在没有恶鬼寄托的前提下，却依旧有明显的目标，显然是有更厉害的人在背后操纵。徐子恒表情凝重，下了结论：他们应该是冲着你来的。我死死拧着眉心，可为什么？我普普通通一个人，没钱没权，烂命一条，除了倒霉撞鬼之外，没有任何特点。到底哪儿值得别人这样绞尽脑汁来害我呢？我正想着，身后却冷不丁地响起一道女声：“不是，他们的目的不是你，是我。”是谁？谁在说话？那声音轻轻柔柔，但却透着一股子空洞的冷意。可这附近根本没有其他人呢。我吓得一激灵，抬头就看到徐子恒正死死地瞪着我身后，心底涌起一股不好的预感，僵着脖子转身。果然看到了一个身穿白裙子的身影，是个小女孩，麻花辫，齐刘海，脸色惨白，长相跟那个相框里的照片一模一样。她的身影在路灯的照射下呈半透明的状态，到我胸口那么高，很明显不是人。我后脊发凉，赶紧后退几步，跟徐子恒并排，惊恐地盯着他，却听到了一声冷哼：“对待救命恩人，你就这个态度？早知道不救你，让你死了算了。”这话显然是对我说的。那双黑白过于分明的眼睛直直看了过来。我一愣，这才想起那天被鬼打墙，那老太太消散前说的那句话，试探着开口问道：“那天是你救了我，你就是薛姑娘？”对面冷哼一声，默认了。徐子恒攥紧木剑，十分疑惑：“是你跟他签了名契？可你为什么背了这么多条人命，却还没变成恶鬼，可以自由显形？”那是因为我杀的都是害我的人。薛姑娘瞥了徐子恒一眼，冷冷答话：“不对。”徐子恒摇头：“人命就是人命，无论有什么因果，恶鬼滞留人间，伤了人命都不可能不被反噬。你在撒谎。”跟你撒谎？薛姑娘视线锐利地扫过来，显然动了怒，嗓音尖锐：“你配吗？”下一秒，劲风浮动，徐子恒头顶的大树哗哗作响，摇摇欲坠。他抄起木剑，架势防备。刚刚还算和谐的氛围，瞬间变得剑拔弩张。我赶紧拦下徐子恒，压着他手里的木剑，小声劝说：“先别激怒他，他身上背着人命，如果真想杀我，大可不必主动现身。现在不光主动显形，还不排斥交流，那应该没有动手的意思。不如先把情况问清楚。”转身把徐子恒挡在身后，继续问他：“那你这几天一直都在跟着我吗？”转移话题成功，他身上的戾气散了几分。废话，不然怎么救你？童声稚嫩，但语气依旧凶悍。可车祸的时候，你为什么要害我？我之前想不明白的也是这一点。不知道为什么他车祸的时候想撞死我，后来鬼打墙的时候又出手相救，难道必须由他亲手杀死我才行？但他听完这话却是一愣，脸上现出几分疑惑：“我什么时候害你了？要不是我在关键时刻控制了那个被夺舍的司机，你早就被撞死在路边了。”随着他冷冷的声音，回忆里的画面交错，拼凑出了一个跟我之前的推测截然相反的真相。那个司机早在我上车之前就已经被夺了舍，有人控制他，要让我死在那辆车上，所以他才出手，目的不是害我，而是救我。可这样的话，到底是谁要杀我？我总觉得情况错综复杂，越理越乱。应该是那些人。薛姑娘抬头，视线深沉，脸上的表情也换成了跟样貌极为不符的老成。我正想问他是哪些人，却听到兜里的手机嗡嗡震了2声，有人打电话，但我还没来得及接，对面就已经挂了。锁屏界面显示着未接来电的提醒，以及一条短信。我下意识戳了进去，才发现竟然收到了一张图片。照片里的人歪着头坐在轮椅上，闭着眼，
眉头微皱，穿着熟悉的病号服。那是我爸。照片的背景光线昏暗，但不难认出是我住的小区的大门。护工的号码我存了，之前还在微信里告诉我他们已经到了酒店，一切顺利，绝不可能在这时候带着我爸坐轮椅出门。可这又是怎么回事？难道我爸也被那些人盯上了？我吓得手脚发凉，下意识把电话拨了回去。与此同时，下一条短信也进来了，文字消息提示从屏幕正上放大了出来：给你点的奶茶怎么没喝？见我表情不对，徐子恒出声问我怎么了。薛姑娘也看过来，我得回家一趟。我心里发沉，紧紧攥着电话。我爸好像出事了。什么事？我摇头，解释不清。徐子恒见我表情严肃，到底没再问下去，只是略一思索后开口：那我跟你一起。我点开打车软件，因为是凌晨，所以附近的车并不多，最快接单的司机也要从3公里外开过来。等车期间，徐子恒凑近看那张照片和消息。你确定这是你住的小区？肯定不会错。门口的灯牌，亮着灯的保安亭，包括大门左侧的花坛，我都记得清清楚楚。可是对方绑架了你父亲，又为什么要带他去你住的地方？如果真是威胁的话，带去你找不到的地方，震慑力不是更强吗？我摇头，反复看着那张照片，心里乱成了一团，根本摸不透对方的打算。这时候车终于来了，出租车在路边停下，打着双闪。师傅摇下车窗问：3723。没错。徐子恒动作灵活，已经坐上了副驾驶，而我下意识敞开后排的车门，对薛姑娘让了句：你先上。但她却并没上车，只是表情复杂地看着我。反而是驾驶位的司机死死盯着后视镜，抖着嗓子开口：大兄弟你跟谁说话呢？我动作一僵，这才意识到薛姑娘是鬼，并非所有人都能看到她。得亏徐子恒反应快，直接从副驾驶位跳了下来，重新坐进后排。之后佯装埋怨的开口：可你这人真是分开一会都闹脾气，我跟你一块坐后排行了吧？哦，我后知后觉的配合。见状，司机终于松了口气。啊，闹脾气呢，吓了我一跳，大半夜的，我还以为闹鬼了，真有什么我看不见的人？师傅您别怕，法治社会哪来的什么鬼？徐子恒笑呵呵的解释。我也赶紧上车，而车外的小姑娘身形一闪，不用开门就坐在了副驾驶位。汽车发动，但车内的氛围却格外尴尬。司机对自己身边端坐着的恶鬼本鬼毫无察觉，从后视镜里连瞟了我跟徐子恒好几眼。没事，小伙子，你们想怎么样都行，我不歧视你们。我跟徐子恒对视一眼，没太听懂这句话的意思，只能随口附和：谢谢您呢。司机笑笑，又补了一句：不管男女，那都是爱情，不丢人。徐子恒还在配合的捧哏：是，您说的对。而我却猛地回神，不是，这司机大哥是不是误会了什么奇怪的东西？赶紧拽了下徐子恒的衣袖，阻止他继续说下去。行了，别说了。或许是声音太小，他没听清，只能凑过来问我：你说什么？但这样一来，我俩就挨得更近了。后视镜里，司机大哥笑得深藏功与名。妈的，这叫什么事？我很烦，但我不能说。一路煎熬，三人一鬼终于到达了目的地。下车之前，司机大哥还冲我俩摆手：慢走哈，注意安全。我随口道了声谢，之后就拽着徐子恒跑进小区，直奔我住的那栋楼。薛姑娘跟在我俩后面飘。我家那一层关着灯，看不出有没有人在。离得越近，反而越紧张。徐子恒开口：先去看看吧，情况不对就报警。我点头，领着他进了电梯。出电梯左转，直奔我家。门关着，明明是住了好几年的房子，但这一瞬间竟然有些害怕，不敢开门。里面不知道是什么情况，我爸怎么样，有没有受伤？冷不丁的，薛姑娘忽然出声：里面只有2个人。说完，身形一闪，隐匿了行踪。估计是看我太紧张，才出声提醒。我道了声谢。2个人，一个是我爸，那另一个是谁？3更半夜，不能再拖了。
抄起放在走廊的拖把，之后咬牙拧开了面前的那扇门。咔嗒，门没锁，一拧就开了。客厅漆黑一片，窗帘没拉，透进点月光来，照在茶几和地面上，是跟我临走前相差无几的陈设。人呢？难道不在我家？正在我怀疑那张照片只是障眼法的时候，忽然听到了脚步声，是从厨房里传出来的。我跟徐子恒对视一眼，一左一右地朝着那头靠近。走近了才发现，厨房的门虚掩着，门缝里露出了暖黄色的灯光。我手上发力，用拖把杆挑开了那扇门，但下一秒，我却愣在了原地。灯亮着，厨房里明晃晃的，里面的场景一览无遗。系着围裙的女人正站在洗碗槽前低头洗碗。见我出现在门口，那女人表情不变，只是抬手合上了水龙头，说：“来了呀。”淡定的好像大半夜在别人家洗碗的人不是她一样。短发高挑，眉眼间气质利落。我在记忆里搜寻半天，也不记得在哪见过这样一个人。徐子恒也一脸警惕，显然也不认识他。我只能先开口：“短信是你发的，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会来我家？我爸在哪？”里面的人闻言，用围裙擦干了手，看了过来。你父亲好好的，在卧室睡觉。之后不答反问：“你知道沈龙吗？”我拧起眉心，沈龙是谁？哦，我忘了，你不知道他的名字。那小龙虾你应该知道吧？小龙虾，这名字耳熟。我想了半天才记起来，那个被吓疯之后死在精神病院里的小主播 ，ID 就叫这个。你说的是那个小主播？没错。他点点头，他叫沈龙，是我的亲弟弟。前几年跟父母吵架，才辍学去当了主播。但前段时间他忽然失联，等再见面，就是医院通知我去领尸体。反正我一直查他死去的真相。我盯着眼前的女人，观察她是否在说谎。我没必要骗你，我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。他捋了下头发，视线锐利地看过来。害死我弟弟的那个直播，你也做了，对吧？语气笃定，视线坚定，不像在骗人。我把拖把扔在了墙角，问他：“你查到了多少？又想通过我知道些什么？你比我想象中还聪明。”他眼里划过一丝赞许。在亲眼看到我爸确实好端端地躺在卧室睡觉之后，我也松了口气。客厅的灯打开了，徐子恒和那女人面对面坐着，氛围沉闷。我拿了2瓶矿泉水出来，在徐子恒身边坐下，向他介绍我俩：庄宇、徐子恒。他也大大方方地给了回应。沈鑫，时间紧迫，我就不卖关子了。我弟弟死了，警方得出的结论是自杀，精神状况恶化严重。但我很清楚，我弟弟不是会自尽的人，尤其在1个月前，他还给我打过电话，很高兴地告诉我，有个大老板赏识他，他马上就要红了。而我调查之后发现，我弟弟被送进精神病院前做的最后一件事，就是那场凶宅直播。我很清楚我弟弟是被人害死的，罪魁祸首就是那场直播。但诡异的是，网上根本找不到关于那场直播的任何录屏资料。我弟弟死因不明，那家医院却禁止探视，还拒绝出示他的诊疗记录。而且我每次接近那家医院之后都会遭遇意外，就好像有人在暗中控制这一切，阻止我查到真相。我下意识开口：“所以我去和人医院的时候，你才会点那杯奶茶。”他点头。从我弟弟去世之后，我就辞了职，专门调查这件事。虽然没能找到真相，但唯一弄清楚的就是那家医院的目的不单纯，贸然打草惊蛇对谁都没有好处。你说程飞要害我也是，他在你家附近晃悠，看起来就目的不纯。谢谢。不过你怎么会跑到我家，还把我爸带了回来，跟没事人似的在厨房洗碗？这些问题我没问出口，他却了然解释：你请的那个护工太胆小，估计察觉不对，怕惹事，所以把你爸一个人扔在小区门口就走了。我刚好在附近，又知道你家地址，就把人送回来了。我对这说法存疑，掏手机去找那个护工的微信，想问问他现在在哪。可消息发出去，却提示我并非对方好友，需要验证。红色的感叹号异常显眼，佐证着沈鑫的话。操！
我心中暗骂一句，实在没想到竟然真被那个护工给骗了。更多的还是懊恼，因为大意，差点让我爸置身危险中。收起手机，我又想起了一件事：你哪来的钥匙？你爸开的门，他以为我是你朋友。他态度坦然，挑不出任何伪装的痕迹。我心情复杂，正打算道谢，身侧却冷不丁的有人出声：“你撒谎！”转头才发现徐子恒直勾勾的盯着沈鑫，视线锐利。沈鑫皱眉：“你什么意思？”庄叔叔魂魄不稳，绝非你口中的睡着了那么简单。虽然魂魄无伤，只是受到了波及，但也说明曾有人在旁斗法。你是道门中人对吧？沈鑫身体后倾，防备之意十足。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我在小区门口认出了他父亲，所以送老人家回家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徐子恒冷笑，态度意外的强硬，直接伸手去掀沈鑫的裤腿。那你身上的伤口又怎么解释？沈鑫动了怒，你他妈有病，放开我，小心我告你性骚扰。一个掀裤腿，一个薅头发，客厅里一片混乱。这变故发生的突然，我听得云山雾绕，根本不知道该帮谁。怕邻居找上门，只能先劝架。你们都冷静点，有什么事好好说不行吗？但劝说无果，只能尝试着把两人分开。混乱间，沈鑫的牛仔裤下摆还是被徐子恒掀开了，一大片乌青的手掌印覆盖了他整圈脚踝，伤处冒着黑气，隐隐还有扩散趋势。徐子恒轻哼一声，回到沙发上整理自己的上衣。我也愣了，下意识开口：“这是什么？”怨气入体，现在看似没什么影响，但如果放任不管，怨气会逐步扩散，不出3日就会侵蚀心脏，到时候人也彻底没救了，会被怨气操控，成为真正的活尸。沈鑫冷着脸压下牛仔裤：“不关你们的事，我爸好好的，只是魂魄不稳，因为有人在旁打斗受到了影响，而沈鑫受了重伤，甚至有可能危及性命。”我冷静下来，说出了那个猜测：“你救了我爸。”沈鑫别开视线，默认了。怪不得程飞为了抓我，甚至不惜把医院搞得鸡飞狗跳，怎么可能在没抓到我的情况下，那么轻易的放弃？只能说明他更换了切入点，打算直接找我爸麻烦。可沈鑫救了我爸，又为什么要隐瞒呢？我坐直身子，斟酌着如何开口询问。徐子恒却抢先开了口：“你是胎生天眼，对吧？”沈鑫一愣，猛地抬头看向他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这一次，他才终于说了实话。沈鑫开了天眼，能看到鬼魂，所以哪怕他领完尸体之后根本进不去那家医院，但依旧能根据医院附近的冤魂判断，他们做了很多不能见光的勾当。所以他提醒我，想活命就不要靠近，因为当时的我阳气虚弱，极易被附体。那个来找你的年轻人，虽然身上没有阴气，但有不少冤魂在他附近徘徊，都是年轻女孩，其中还包括一个跟他血脉相连的婴儿。我出声询问：“你说程飞？”“没错，我以为他跟我弟弟的死有关，所以从你家楼下开始就一直跟着他，直到他追上了那个护工，还把你父亲带到了酒店里，准备做法，然后你就出手救下了我爸。”沈鑫摇头：“不是，是他们先发现了我，派怨鬼攻击，而你父亲撕碎了那个人的符咒，救了我一命。然后我用防狼喷雾迷了他们的眼睛，还放了火。等逃出来之后，才打电话举报他们举办封建仪式。”徐子恒嘶了一声：“以传播封建迷信思想被警察抓起来的话，怎么也得教育几天。”我眼皮一跳，眼前的女人看起来情绪温和，没想到做事手段却如此雷厉风行。不过程飞又是怎么回事？他跟陈喜是一伙的吗？那最开始又为什么要劝我拒绝直播？我想不出原因，但忽然记起一件事，问沈鑫：“可这样的话，今晚的事你为什么要隐瞒真相？”他语气深沉的开口：“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，我的特质特殊，不能轻易暴露。”我一愣，但很快就明白了他的意思。徐子恒说，胎生天眼的人很少，算得上万里无一，而且大多数人命格衰弱，活不过成年。而沈鑫显然早过了18岁，他带着天眼，命格又好好的，难免会惹来其他人觊觎，
防备心重一些也正常。抱歉，骗了你们。没事，理解。我没深究这个，问他，那你腿上的怨气怎么办？他双手抱臂，往沙发上靠去。没事，不用担心这个。你知道怎么解决？你有办法？我跟徐子恒齐齐出声。他却摇头，表情坦然。他刚才不是说我还有3天时间吗？我一定能在3天之内找到真相，查清楚小龙的死因，给他报仇。合着就是等死呗。徐子恒也无奈地开口：“不是，你这人脑子是不是不太好使啊？”沈鑫闻言瞪了他一眼：“你脑子才不好使呢，岁数不大，头发染的倒是黄。你要是我弟弟，我非把你腿打断了不可。”徐子恒猛地拍了下沙发，眉头紧蹙地站了起来：“你胡说！我这是亚麻棕。现在重要的是头发染了什么颜色。”我起身隔开两人，问徐子恒：“像这种怨气入体，你应该知道怎么解决吧？”“我师傅会处理。”“那你师傅能帮忙吗？”“能啊，反正你家不安全，加上你被换命的事，我本来就打算明天带你和叔叔去求助师傅的。”我松了口气：“那就行了，你先坐下。”之后又看向沈鑫：“他明天会求他师傅帮你治疗。不过你既然有把握在3天之内查清楚真相，那应该已经找到线索了吧？说一下你都查到了什么，我们共享信息。”提起正事，沈鑫也严肃了起来。那些藏在幕后的人，好像在寻找特殊命格，然后逼迫利诱对方签署冥契。什么叫特殊命格？我也说不清楚，但我能感觉得出来。你还有小龙，你们的魂魄给我的感觉很像，但具体哪里像，又说不出来。所以你打算先一步找到有特殊命格的人，然后守株待兔，抓到那些人。他点头。可这个想法也太理想化了。我问他，那你有没有想过，那些人既然有能力掩盖真相，又怎么会那么容易受制于你？别说抓住对方了，贸然跟对方抗争，不明不白丢了性命都有可能。他抿了抿唇，只是说，我有我的计划。我叹了口气，很明显能感觉到沈鑫有所保留，并没把全部真相告诉我，但也很清楚，他不想说的话，我再问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。行了，今天太晚了，先休息吧。我爸睡在主卧，我跟徐子恒在客厅打地铺，把次卧留给了沈鑫。沈鑫出现的突然，带来了很多信息的同时，也带来了更多谜团。而且自从回家之后，薛姑娘就没现过身。程飞虎视眈眈，不知道跟陈喜做的一切又有什么关联。外面阴天，空气闷得喘不过气来，满满都是风雨欲来的征兆。我把客厅空调打开之后，终于困得不行，在徐子恒的鼾声中睡着了。再醒过来的时候，天已经亮了。徐子恒站在窗边，对着墙上的镜子自言自语：“明明还没掉色，一点都不黄。”我看得好笑，爬起来去开窗，之后无视了那条被染色的毛巾，附和他：“放心，确实一点都不黄。”他看到我一愣，之后清了清嗓子，转换话题：“醒了，不过庄哥，你睡眠质量真好，昨天晚上打雷声那么大都没被吵醒。”昨天晚上打雷了？是啊，雨也特别大。徐子恒让出窗边的位置，自己去浴室洗漱。我站在窗边，掺杂着雨后泥土气息的凉风顺着窗户灌了进来，人立刻清醒了不少。没想到正吹着风，次卧的门却开了，沈鑫从里面走了出来。他打了个呵欠，看到我的第一句话竟然也是：“你睡眠质量真好，那么大的雨都没能把你吵醒。”我失笑，怎么都这么说？他奇怪，还有谁这么说了？我扬起下巴往浴室指了指，里面洗漱的水声不小。徐子恒的位移下摆在洗手池前晃动，沈鑫倚在墙边，看着浴室方向。那孩子跟我弟弟挺像的，所以我才忍不住逗他。我笑笑，感觉到了。沈鑫看向窗外，又开口，这次语气低沉了许多：“其实我前几天见过小龙。”我一愣，什么时候？在他离开之前吗？当时我在那家医院楼下，他站在窗户边上，我看到了，他身体里有2个灵魂，他在向我求救，可我当时被那个保安拦着，根本进不去。然后呢？我问。然后第2天我就收到了他的死讯，我当时应该闯进去的，
都是因为我太瞻前顾后，所以才害了小龙。他声音沙哑，隐隐带了哭腔。我不擅长安慰别人，也只能挠了挠头发，劝他也不是你的错，毕竟你也不知道后来会出事。你们在聊什么？徐子恒吹干了头发，从浴室里走了出来。沈心转过身去，背对着他，抹掉了眼泪。我只能出声插科打诨，说你头发到底是什么颜色？徐子恒一撇嘴，说了句：“你们真无聊。”之后就坐在沙发上继续摆弄发型。捋到一半又出声：“你为什么平时都待在那个相框里呀？”按理说，人死后的灵魂寄生，应该会选择更亲近的东西。猜也知道，他应该是在跟薛姑娘说话。我回头，果然看到小丫头站在茶几前，认真地观察徐子恒的发型。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，我是因为直播才惹上那个相框的。沈心的弟弟也是因直播而死，那是不是说明害死他弟弟的就是薛姑娘？而他之前在精神病院里又看到过他。想到这一点，我下意识想阻止沈心看到薛姑娘，但转过头时才发现，她正倚着窗框，表情平静地看着茶几前的小女孩，甚至问我她是鬼吧？我有些意外，你不认识她？我应该认识吗？那你说你看到过你弟弟身体里的鬼魂，不是他？沈心疑惑地开口：“不啊，那是一个年轻男人，我记得很清楚。”我愣在了原地，怎么可能不是薛姑娘？